昨天12月26日，不仅有世界首款6代战机，同时也是中国的6代战机首飞。据说不是一架，而是2架6代战机同时首飞，它们是成飞及审飞的。同日，在中国上海，最新一代076新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也顺利下水。反正这几年中国军事纷纷亮出世界最先进武器，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当然，最扎心的估计就是那个丑国了。今天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举行。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它是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两栖攻击舰。10时许，下水命名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海军有关领导宣读中央军委授予舰名舷号的命令，向接舰部队颁发命名证书，并为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剪彩。随后进行致评礼，一瓶香槟酒碰击舰体打碎，舰首彩球打开，舰舷喷射绚丽彩带，船坞开始注水。下水命名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经中央军委批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舷号为51。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技泊试验、航行试验等工作。今天，德国《时代报》对四川舰的下水做了报道，我们来看看。中国推出新型攻击舰。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投入大量资金扩充海军。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新型战舰四川舰将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公布了一艘新型攻击舰，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以西南省份命名的四川舰是新一代076型攻击舰的首舰。这艘在上海下水的战舰，在海军重组和提高战斗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军事专家对四川舰的建成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今年8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根据卫星图像，将这艘军舰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同类攻击舰。与航空母舰不同的是，这种军舰还配备了登陆舰，可供士兵和装备抵达海岸。它的一大特色是迄今很少安装的电磁弹射器，使四川舰不仅能搭载直升机，还能搭载战斗机。国家媒体《环球时报》援引一位军事专家的话说，弹射器可以提高效率，加快起飞速度。中国对周边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中国已经拥有3艘较小的075型。中国已多次威胁要入侵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叛变的省份，应该与大陆统一。近年来，中国领导层大幅扩大了在该岛周围的军事活动，仅在2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就进行了5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最近一次是在12月初。好，朋友们，现在让我们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对台战争的准备工作显然进展顺利。下一条评论：受到威胁的弱小邻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威胁的大邻居制造出专门用来攻击他的武器，而他却无能为力。无耻的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世界末日。特朗普称邻国加拿大的总理只是州长，就像美国下属的一个州。格陵兰将被收买，说从丹麦手中夺走更恰当。我们继续往下。昨天网上出现了一段中国新型战斗机的视频，据称是第6代战机。只有专家才能判断中国在这方面超越美国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往下，在武器技术方面，中国在哪方面可以超越美国？美国是超级大国，
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下一条评论，在当今时代，这东西只能起到威慑作用。乌克兰已经展示了像舰船这样的大型目标的最终归宿在哪里。继续往下，西方的裁军似乎被解释为邀请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武装自己，只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才让我们看到单方面裁军和软弱会导致战争。只有平衡，无论水平如何，只要被视为平衡，才能确保尽可能最好的安全。只要保持这种平衡，才是和平政策，而不是无条件的单方面裁军。我们再往下，只需再过几年，台湾就会被中国占领，或者像中国人说的那样被收回。下一条评论，台湾现在有一个选择，要么现在就和平自愿的拼入中国大陆，要么稍后少一点和平自愿的拼入中国大陆。我们再往下，这类多功能舰艇是军备竞赛中的新贵，也是对台湾的新威胁。下一条评论，很明显，中国正在等待入侵台湾，直到北约受到俄罗斯的攻击，而中共政治局正在与克里姆林宫协调此事。下一条评论，号称爱好和平的中国让新的攻击舰下水，这是多么露骨的矛盾。继续往下，类似设计的美国船只被称之为自由之船，在中国大概被称之为攻击舰。我们再往下，任何花点心思关注习近平讲话中的愿景的人，以及任何至少了解1870年以来中国近代殖民史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他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战略是认真的，而且已经在实施。访问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会让一些人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大开眼界。东南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现在中国公司正日益向欧盟扩张。台湾的情况不容乐观，美国是否会冒着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来争夺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其为国家的岛屿，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下一条评论，德国海军今年9月前往中国沿海展示其实力，真的有人相信中国会被德国海军的压倒性实力吓倒吗？我的建议是，德国最好将有限的国防预算用于保卫德国或欧洲。欧洲正处于战争状态，而德国却在燃料、补给费用和船员津贴上浪费数百万欧元，仅仅是为了在东亚对中国进行威慑，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啊！中国是否在台湾问题上发动战争，肯定不会受到德国煞费苦心拼凑的国防预算的影响。中国的决策者可能正在嘲笑德国军事领导层的战略天才。我们再往下，中国正准备完全不受干扰地接管台湾和南海诸岛。我们现在不是指出制裁，而是再次等到为时已晚。接管台湾已经大功告成。下一条评论，我们总是采用双重标准，在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援引国际法；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国际法在任何条款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台湾属于中国，或者说两者同属中国，这一点非常清楚。这写入了双方的宪法，联合国也是一样的。我认为台湾很棒，我希望他们独立，但他们必须通过某种民主方式实现独立。实际上，在中国攻击台湾后，没有理由进行军事干预或制裁，除非西方再次曲解国际法。下一条评论，报道中有这句话：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于是这位网友说，您对美国的亲近用于台湾登陆的专用船舰的理解非常牵强，因为有足够多的其他舰艇。台湾有15个港口，其中7个在西海岸，通往中国大陆，可以作为滩头堡，而且由于靠近中国大陆，可以立即得到飞机的掩护。然而，由于《孙子兵法》的智慧适用于中国大陆，因此不会出现这种军事对抗，而是相互迁移。台湾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1949年，作为国民党人接管台湾的外省人已经死光了。对台湾来说，将自己组建成一个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华联邦国家将是明智之举。
乌克兰正在展示一个较小的邻国有些事不应该做。作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桥头堡，台湾将被摧毁。朋友们，虽然本期报道是德国《时代报》报的四川舰下水，但是我发现网友们的评论呢都歪楼了，歪到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西方的立场，对吧？所以不用多说了。好，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